杯热水吧，小心烫着。我错了，依依。你错了，你错什么了？什么都错了。你没错，是我错了。其实你爱的是杨一，对吧？不过到现在，你爱不爱杨一也不那么重要了。重要的是，你爱的不是杨一。依依，不是这样的，我爱你。只是以前我不知道，有的爱是可以做夫妻，有的爱就只能做朋友。所以，我想，我们之间的爱，可能只适合做好朋友吧。你说呢？你还记得那天，你就在这沙发上问我，我还爱不爱你？你说你不知道了。我后来也想了好久，我现在明白了，咱们要是一直做朋友就好了。以前咱们在一起多快乐呀！现在咱们俩成了夫妻了，每天生活在一块儿，反而都失去了彼此最好的朋友。本来啊，自从和你结婚的那天起，我就想好了，要照顾你一辈子，要和你白头偕老，给你一个温暖的家。唉，你现在既然已经这样决定了，这些我就做不到了，对不起。这家就这么散了。看你需要什么，你都拿走吧。不要，我什么都不要。这家从装修到家具，都是你一个人操办的，我就这么搬进来了。不要，你为这家做好多事儿，每天工作那么累，回家还给我做饭吃。这么长时间，我连地板都没吸过。
你还记得这电视吗？买的那会儿，为了到底买47的还是44的，咱们俩还在那儿吵架呢。你那么爱看电视，你搬走吧，反正我也不怎么看。嗨，我去我妈那儿了，不也是有个电视看吗？再搬过去一个，也占地儿，留着吧。依依，能不能再给我一次机会？我们再试一次，好吗？我太累了。你呢？其实我也很累。姚一，谁是姚一啊？这儿呢，这儿呢。啊，你是他家属？对，我是她丈夫。3个半月了。行，你跟我进来吧。护士，会有危险吗？啊，一般不会。疼了。反正有点难受，不过很快。来，你跟我进来吧。依依，别怕，我在这儿等你。五指并拢来，体侧吸气下，打开双臂，与头顶食指交叉握拳，尽量将手指对握紧，然后把手臂提高。呼气时，手臂向右侧弯曲，将头向左侧拧转，调整均匀的呼吸。好，吸气，双臂向伸直，将大臂肘尽量往抬高，然后呼气反方向，慢慢的头转过去，眼睛向侧面。好，吸气，双臂来向伸直，伸到最极限。好，呼气，两手慢慢打开放松。好，来大把左边来收脖子伸直。来，现在慢慢的回到垫子上，躺下来。好，躺好，两腿在并拢。吸气，慢慢的将膝盖后背抬起来，双手来抱住膝关节，将膝盖自然拉近胸部。呼气时，慢慢的由下巴去到膝关节。
好，接下来大家慢慢的起身坐起来。好，身体向前侧转过去，坐好。双脚自然呈盘坐，简易坐。来，双手五指并拢，放在我们的膝关节上。儿子，吃水果吗？啊？我不吃。你维生素你多补充吧，你需要养颜。电视关了。咱家就2个光棍，看什么夫妻剧场啊？啊？关了。我觉得挺好看的。哎，跟妈说会儿话。我把声音关小点。儿子，你跟姚姨的事儿都过去1年多了，可我觉得你怎么总是没有调整过来呀？啊，天天这么无精打采的，一回到家里就这么蒙着，跟谁也不联系。这不就能多陪陪你吗？我才不用你陪呢。儿子，你有这份心，妈妈就知足了。其实啊，我什么都不缺，就是你。儿子，只要你快快乐乐的，就算你不回家，我也高兴。像你这样陪我，反而让妈妈更难受。喂，是杨姨吗？哪位啊？我。你听不出我的声音吗？谁啊？我没听出来。你再想想，想想会是谁？滕晨光。对，是我。喂，喂，杨毅，你找我有什么事儿吗？我不可以打电话问候一声吗？我觉得好像没有这个必要吧。我觉得很有，而且我希望你星期4能够有时间，让我能亲自为你祝贺。祝贺？祝贺什么呀？我有什么好祝贺的？你的生日我一直都记得。生日？你不会把自己的生日都忘了吧？是不是太忙了？你的记性真够好的。姨，你现在不会还是一个人吧？这是我自己的事儿，跟你没有关系。姨，以前是我做的不对，我对你有很多歉意，一直想找机会弥补。我现在就坐在咱们的老地方，而且是你喜欢的位子。我以前也是在这儿给你过生日的，你还记得吗？对不起，我已经不记得了。有件事，也许你还不知道。我和何宁离婚了，我已经是自由人了。那恭喜你，应该说恭喜你们。我觉得尤其应该恭喜何大夫，他终于离开了一个终日以欺骗为生的男人。依依，对不起，我可以挂电话了吗？再见。哎，姐，我太伟大了！你伟大什么呀你？你还不知道呢？怎么了？我考一全班第1，上里的事儿老爸老妈默认了。真的？行啊那是你我多伟大！我是谁呀？你伟大什么呀？是我伟大！我早跟你说了吧，你要是学习好的话，就有人支持你；学习不好，孤立你。你们俩干嘛？怎么又强起来了？好不容易出去玩一趟啊！您知道什么呀？我跟我姐亲着呢，是吧？犯什么病呢？啊？是。哎，依依，那我开车跟你车后边。不行不行，咱得坐我姐新车去。这个主意好。上车吧。上来吧，后备箱啊。哎，好，开了。
你别说这个。啊！哎。很久没有联系了，一切都好吗？生日快乐，姚一。谢谢，没想到你还记得，我挺好的，你呢？也都好吗？依依问依依好，那依依请依依吃饭。已经有1年多的时间了。我当时身体好了一点以后，我们俩就去办离婚手续了。那后来没有再联络？有，不过也就是偶尔打个电话而已。我真是没想到离婚对人的打击能有这么大，跟扒了层皮似的。哎，其实咱们俩认识了也就3年哈，我怎么总觉得就跟认识了好多年一样？我也是这种感觉。哎，你知道吗？后来我一直都练瑜伽，心也静下来了。我就觉得，你跟我之间一定有一种非常特殊的缘分。你看看，咱们俩之间有那么多的盘根错节，可是现在呢，还不是走到一块儿来了？说实话，我真的没有想到，居然还会收到你的短信，而且你还记得我的生日。我岂止记得你生日啊，我还经常想起咱们俩刚认识那会儿呢。哎，对呀，那会儿你是一个冒冒失失的小妞，我是一个容易爱错人的傻丫头。那天晚上我给你打电话的时候，我太冲动了，我说了好多狠话，肯定挺伤你的。我要向你道歉。不用了，其实我早就原谅你了，因为你如果能够很好的控制住自己，那你就不是姚一了。每个人性格都不一样嘛。哎呀，其实我知道那是我特别大的一个毛病，我这人说话吧，有时候就是又伤别人又伤自己，特别不好。我呢，虽然我不是有意的，但是在事实上，我还是搅乱了你们俩的生活。我也向你道歉。哎呦，你可别这么说。其实我一直是这么想的。哎，我好像以前也跟你说过。其实呢，当时要不是你跟郭先好了，我们俩可能根本就不会结婚。所以呢，到了最后，还是因为你的原因，我们俩又离了。那可能只能说明，命中注定我们俩就不应该是夫妻吧。所以我怎么可能怪你呢？对不对？姚一，你真的长大了。嗨，人又不能老做小孩，所以当然得赶快长大了。虽然你真的不怪我了，但是我还是得跟你说对不起。其实，我跟高超的关系，在某种程度上，就是为了故意气你。我现在想起来，
真的觉得自己太钻牛角尖了，好惭愧呀。哎，你说人这一辈子能有几个朋友跟咱们俩似的这么坦诚相对啊？对呀，来，为我们俩能够永远坦诚相见。干杯！干杯！哎，你跟我老实说，你现在真的是一个人？当然了，我告诉你啊，我现在跟以前可不一样了。以前我老得需要有个人在旁边陪着我，可现在我就觉得呢，一个人生活有一个人生活的好处，身心都比较自由。没错。那你呢？你不会还跟高超？哎呀，早分了，分了就对了。像他这样一个人，处心积虑了半天，最后还是一场空。我都觉得这是上天在教育他，要告诉他，君子爱财也应该取之有道。但愿他真能明白。那这么说，你也一个人啦？当然了，我是为了在陪你。哎，要不我给你介绍个男朋友吧？哎呦，我求求你，你又来了。小一，喂，喂，是我啊。哟，姚一啊，你没睡呢？没呢。没想到是我吧？怎么说呢？这么长时间了，很少有人这么晚给我打电话，所以除了你，估计也没别人。我是有事儿要找你。说吧，什么事儿？你猜猜，现在谁睡在我旁边呢？这问题似曾相识吧？那你就赶紧猜啊！我现在对你的私生活实在是不太了解，所以我猜不出来。我既然让你猜，那肯定是你认识的人呢。你妈。什么呀？要是我妈要给你打什么电话呀？你接着猜，你刚才说的都沾边了。沾边？是啊。你不是说了似曾相识吗？接着想吧。哎呦，行了，我告诉你吧，是杨一。喂，你怎么不说话了？不会是高兴的晕过去了吧？我这不是说呢吗？你们两个怎么又跑到一块儿去了？我请他来的呀，我们俩一直从下午聊到晚上，还没聊够，我就干脆带他一块儿回来了。你们两个没事了，又和好了？怎么啦？不行啊？我们俩又没什么深仇大恨。啊，没什么不行，我就是突然你们两位大小姐，这个又
说好又好了，有点跟不上形势。那你就等着听通知呗。哎，这礼拜6我们要出去玩儿，你有时间吗？有啊，这么大的事儿，下了刀子我也有时间啊。哟，你瞧瞧，这积极性是不一样啊。那好吧，周6中午11点半就在咱们家。哎，就这么说吧，就咱们家楼下那停车场。11点半，别晚了啊。得嘞，小的领旨。又能这么跟你说话了，真好。哎，又要见到杨一了，你不会高兴的今天晚上睡不着觉了吧？喂，杨一吗？啊，你好，我是何宁。何大夫您好。我今天给你打电话，其实就是想跟你道个别。道别？你要去哪儿啊？我去美国。这一去，我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。杨一呀，是这样，我们的相识是有些尴尬，可是我一直是把你当朋友的。喂，杨一，你还在吗？我在。我只是，我不知道该说什么好。我知道，我以后一定会想你的。好，再见。喂，我今天路上车特别多，到处都堵车，你可早点出来啊！你就放心我吧，管好你自己就行，你千万别迟到了。我肯定准时。那就好。那行，待会儿见。拜拜。杨一，郭鑫，怎么这么巧？你怎么会在这儿？
咱们准时呗，是该不准时的人还是不准时。你是说姚一？他还是喜欢故弄玄虚。啊，他没跟你说我来啊？对于他这套，你比我熟啊。老是喜欢捉弄我，恶作剧。那也赖你放松警惕啊！哎，你还那样，一点都没变。哪儿啊？变多了，心老了，不像以前了。我刚才突然想起来，我们第一次在健身房见面的时候，也是姚一拿你来耍我，当时弄得我特别的尴尬。哎，咱们握个手吧，也算正式的认识一下。你还说自己变了，还是那么贫。活动发起人来电了。喂，姚小姐，哎，你不会又跟我说你不来了吧？好啊，你就盼着我不来呢是吧？我可都望眼欲穿了。哎，你大假什么时候光临呢？你望眼欲穿，我倒是相信，不过望的是谁可就不好说了。反正呢，你是一直对着杨一，头都没扭过一下。怎么样，没话说了吧？还想蒙我？哎，怎么，姚一已经到了？他肯定比咱们俩先到的。行了行了，你大功已经告成了啊，你就赶快现身吧。怎么样？没想到吧？出奇制胜，还出奇制胜，你这是故伎重演。对，你这叫利用人民群众对你的信任。好啊，你们这两个墙头草！郭先生少废话，上来当司机。哎呦，好，杨，你先坐后面吧。好。高超，哟，高总，你不是炒期货炒了个底儿掉，公司都倒闭了吗？咸鱼翻车还挺快的啊，又开上好车了。你怎么又开没有牌照的车啊？是不是准备再次肇事逃逸啊？就别说了，3年前的肇事逃逸已经让我受到了应有的惩罚。这辆车不是我的，我现在在做汽车销售员，这辆车是客人订的，
我给他打蜡，然后给他送去。这是我的名片。哎，你客户有没有女儿啊？要有女儿的话，直接谈个恋爱，多少辆车都不愁卖。郭鑫，好久没见啊，高超，还挺好的吧？还好，变化挺大的。今天能看见你们，真的是很高兴。我知道你们不想再看见我，也看不起我。其实现在说什么都是多余的，你们不会感兴趣。但是，我还是想告诉你们一个真实的高潮。其实我并不是出身于富家子弟，我只是从普通农村走出的普通人罢了。我的家乡很穷，为了供我上学，我的父母甚至卖过血。所以从那个时候我就发誓，脱贫是我人生的唯一目标。为了这个目标，我不惜放弃一切。姚毅，对不起你了。我知道再说什么都是没用的。也许当时我真的就是这么的想不开。嗨，谁还没有个想不开的时候啊？毕竟那也是过去的事儿了。其实有好几次，我都想找你们，给你们道歉。即便是我道了歉，也值不了几个钱，也弥补不了我对你们造成的伤害和损失。高超，你说的没错，过去的事儿你确实是弥补不了。本来我以为我一辈子都看不到一个真诚的你，不过我宁愿相信，你今天说的这些都是真的。这可能也是我认识你这么长时间以来你最真诚的一次，这就够了。算了，我们不说这些了。今天我们既然能在这儿碰到，那就说明我们4个人真的很有缘分。哎，你们这是去哪儿啊？我们约好了去郊游。哎，你有时间吗？要不要一起去啊？好啊，但是我要先把车送给客户。哎，你们先去，一会儿我去找你们吧。
好安静啊，心里觉得特别平静。这要是把我一个人扔在这儿，我肯定害怕。那就干脆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。那你们找不着回家的路。多好啊！我们跟原来一样，3个人又凑到一块儿了。我觉得和过去就不一样，我就不一样，你也不一样啊。对啊，我们3个人都不一样了。哎，你说如果当初我没跟郭仙结婚，生活中哪有如果啊？郭仙，你说是不是？这不靠谱的生活。那我也还是要说，如果当时你们俩结了婚，那怎么可能？怎么不可能啊？哎，你看今天过来一个人，是高超吗？啊？那